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个小故事啊，就关于前世今生的小故事。这个主题很久没讲了，直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主人公啊，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他不是主动来找老师的，他是由他父母来找老师，说啊，这个小孩子啊，他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是一心想要出家。我说怎么会突然想出家呢？他说也不知道，从小他也没这个机缘，好像就有一天呢、他跑去跟朋友啊去印度灵修一段子时间，回来之后啊，他就觉得他要出家了啊，怎么讲也讲不听啊，请老师帮他看一下。老师说啊，这个你孩子啊也大了哦，你快30岁了，所以是说你要来请他亲自来啊，你来了我才有办法帮你嘛，你没有来，那我跟你父母讲太多，反正你们讲他也听不进去，那讲太多也没有用。所以后来啊，老师就见到了这位小兄弟啊，还不算孩子，还小兄弟，快30岁了，都不是孩子了。我就说啊，你父母跟我讲过啊，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从小到大你几乎都是名列前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也很自得意满，开玩笑，我学霸了。但是呢，你什么事也都做了啊，比如说打架啦、喝酒啦、抽烟啦、赌博啦、飙车啊，什么事情你也都做过了。他也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对吧？这人生的成长过程中总会做到这些，至少他现在不做了嘛。我说那这个状况之下，你现在念了博士快毕业了，那你怎么会想出家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觉得是说，我在这个整个人生过程之中啊，好像过得都是蛮空虚的啊。虽然别人看起来我是念了博士的，以后有个璀璨光明的未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生太无聊了。我如果就是这样子，就考了很好，然后呢当了博士，然后出来上班，然后娶妻生子，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无趣透顶了，我觉得不好。那我说你去出家就觉得好玩吗？他说他也觉得出家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出家人嘛，你每一天就是念经，不然就是在讲法，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出家。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呢，既然你来了，也是个缘分，那就听老师跟你讲个小故事，哦，就有可能关于你的前世今生，你就姑且听之吧。当然，老师跟他讲啊，我说啊，在你的前世啊，跟别人的前世比较不一样。别人的前世啊，哦，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牛鬼蛇神，有一些是富豪，有一些是百姓，有一些是松鼠，对不对？都有，是不是？但是你不一样，你的前世啊，不是人。他说：“老师，你骂我啊？不是骂你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前世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算什么呢？妖吗？还是魔？啊，就是不是由这个一般人，你是肉体凡胎，你上辈子就是一个什么，由这个世间的能量凝聚而成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生命体。好，大部分呢，我们在这个以人的维度来讲，我们说你是妖精，但是你比较偏向魔的那一种。我说老师，我是坏人嘛？我说不是，魔不是代表坏啊，魔只是一种有别于神仙的另外一种元素的存在啊。你会有意志，你会有一些想法，所以是说啊，哦，那你这个聚集起来之后，你就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生活。你生活在哪里呢？啊，你生活在这个一个深山里面啊，所以说呢，在目前状况，老师会猜测啊，你是不是比较喜欢去山里面去做一些登山啊，或做一些活动？他说对，他大学的时候啊，他就是登山社的。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他就假日跑去爬山啊，爬山他觉得让自己心情开阔，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说，但是你在山上的时候啊，你的脾气特别大啊，别人不能够忤逆你，或是别人不能来骚扰你，不然呢，你的火气就很快起来。这个原因就是在于说你在山上啊，是你一直过去生活了几百年的时间，所以说你觉得那是你自己的地盘。那么也是因为你本身并不是肉体凡胎的一个生命体，所以是说啊，你不是很尊重生命。比如说有一些来来往往的一些旅人啊、百姓啊，哦，那你就会像玩小动物一样去玩弄他们，让他们迷路啊、摔跤啊，玩腻了，你还有可能送他们见上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对你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你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你不是肉体出生的，你不会太去尊重生命它本身的一个贵重性。那么这个状况你持续了很久，那有一天有个特别的人物来了，什么人呢？哦，是来自远方的一个游僧啊，一个高僧啊，老高僧。他听着说这个山里面啊有魑魅魍魉，哦，有这个恶鬼伤人，那他就跑过来，他说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你看他来呢，你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呢，几经交手之下，你发现一件事情，你真的他妈打不过他，你没办法去处理他，你的一些法力啊，或是法术对他来讲基本上是无用的。
然后呢，对方呢什么招都接啊，他也没有想要把你收起来或者把你消灭，所以说呢，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你就觉得你就耐下心思来，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么就消灭我，要么就是我消灭你，两个之间总得死一个吧。那个老和尚就说啊，不着急，我聊聊天吧。所以说呢，不打架之后啊，你就开始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呢，他就一直跟你讲一些佛教故事啊，偶尔跟你讲一下什么是金刚经啊，什么是法华经啊，什么是药师经啊，什么是这个大藏经啊，慢慢跟你去聊天。一来一去啊，你对他的防备啊也开始降下来了。然后他也就跟说啊，你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存在啊，你一直困在山里面，你也出不去，会不会有些遗憾？当然你会觉得说这也没什么吧，我一直以来都这样的，那也没什么。那呢，老和尚也很有耐心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去跟你聊这个天。慢慢的，你也觉得是说，难道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世界真的像你讲的这样这么有趣吗？难道所谓的佛法是真的这么深奥吗？那老和尚就说啊，是不是如我所讲的这样？那不是我来决定的，而是应该由你来决定的，你才能够决定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才能够决定这世间的所有环境是不是如此的美妙的。所以说你必须自己去看。但是你想一想说，哎，我在这边几百年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出去要干什么，别人也看不见我，那有什么乐趣吗？他说好，那我们现在来达成一个交易。我来帮助你让你进入到轮回里面，由你来投身到人的身体里面，来决定这个世间是不是我所讲的这样，世间的佛法是不是如此的奥妙，世间的人事物是不是如此的多元的变化，那由你自己去判断。那咬咬牙，你也觉得说，哎，既然你这么讲，有这个机会，我就稍微把握一下吧。那我就试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不是真的，那么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将10倍报复于所有经过这里的人，我都要报复他。老和尚说没问题，所以说呢，他当下就帮你进行了法会，然后呢，把你这个灵体啊，慢慢的超度走那也从神佛接引，让你去投胎你去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是说你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你就一直想尝试所有事情，因为毕竟以前大山中什么都没有嘛，我什么都想尝试。而因为你本身没有这些前世今生的一些挂碍，所以说你学什么东西你就快，就像海绵一样，看什么都有趣，看什么都学得会，因为你愿意去学，你本来就是来看这些东西的，所以说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但是你对人跟人之间的这些交扯交集也是很有兴趣。那唯独2件事情你是无法去理解的。第一个就是男欢女爱不是说你喜欢同性就是说男欢女爱你也试过吧？他说有。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你对这件事情实在感不到什么样的兴趣，实在感不到什么兴趣，因为你无法理解，因为你本身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从一些松鼠蛇鸡牛慢慢投射到人慢慢去理解这个男欢女爱之间的一些感觉，所以你是一个特殊的精神体，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感觉。所以说呢，你有交过女朋友，但是我相信你暂时还没打算结婚。他也说对，结婚才很没有意义你只为了生孩子，还是为了什么东西？你就为了结婚嘛？他觉得这个事情也没什么意义。我这也不打紧现在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你想干什么都干什么。哪一天你不想娶老婆，你娶老公也可以嘛？开玩笑，他说他不会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他在意的。他说为什么你会想去出家呢？当然就是你跟那个老和尚做个约定。约定是说你要去理解佛法，但是呢，想要理解佛法，但是你不得其门而入。你在你的智慧看到他是之前是一个僧人，所以你认为去佛门里面，你可以得到你最好的概念，最好的理解。我说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的未尽之心，但是你自己要去想过这个。出家这件事情它跟搬家是不一样的你不是搬到佛寺里面之后你就成为一代高僧，或者你就立刻通达任何一切的佛理，而是你是了解到了是说佛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去出家那才有意义在存在。所以是说呢，他想了一想，他说那佛到底是什么？我说什么是出家？我说出家这个意思很简单，出家意思就是要学佛法。佛法是什么东西？佛法就是为了去了解佛在想什么。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研习的佛法叫做与佛不二，就是我心跟行做的跟佛一样，那么这才叫修行。
如果我们心在念佛，但是呢，身体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你也不算是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所以说，我们追求以佛不二，佛是什么？普度众生是佛，救苦救难是佛，对不对？慈悲为怀是佛，是不是？那这些各种各样都是佛。那么我们做这些事情，那才能够说我们在修行佛法。那他就问，那老师，那我做那么多事是为了什么？我普度众生是为了什么？哦，那是为了什么功德？下辈子过得更好吗？哦，那老师也是回他一句话，说这个从《金刚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所言菩萨者，不言功德。哦，不言功德的才是菩萨，因为没有一个神果的果位叫做菩萨。因为当你不去追求功德，也不去追求所谓的你要获得什么样利益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真名为菩萨，你才能够真正去了解佛法是什么。因为世尊他在去说法的时候，他不是为了成佛而去说法，他是为了救众生而为说法。众生者，佛说非众生，是为众生。所以他听了之后啊，他决定，他心里有下决定，他应该做什么了。后来离开之后啊，他的父母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反馈了。但是据说啊，他就没有出家了啊，他就换他的研究路线了，从他原来的商学院啊改研究到了一个医学院。那进了医学院之后啊，他就发愿了啊，他要去当一个无国界医生。他认为啊，他出发前跟老师讲，他想用他的双脚、双手跟双眼啊，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那是不是如佛经里面所讲的这样，也算是还了他上辈子的一个愿。那在那个之后啊，就过了几年的时间啊，回来的时候啊，他从一个白面书生啊，变成浓眉大眼的黑道，不是黑道了，就像一个那个很凶悍的人了。我说为什么你变那么多？他说在外面啊就是这样子哦，你人善被人亲，马善被人骑，不强硬一点你是没办法服众啊。有时候要用强硬一点态度，加上日晒雨淋的啊，这个什么地方都得去，打仗的地方也得去啊，那你那干旱的地方也得去啊，瘟疫的地方也得去啊，这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那不该去的他也去过了。我说那你做无国界医生，你的收入怎么办？他说还好，老子有钱啊，我的老子有钱，不是我有钱，再加上他们有些赞助啊，所以说生活不成问题啊。但是你要有钱很富贵，比如说台湾买个房子啊不可能啊，办不到。吃饭可以，多的没有，多的是没有，偶尔就是帮学校去写论文啊，发表一些东西，会有一些奖金啊，之外就没有了啊。但是他觉得这个是很好。那我就问他说啊，那你最后有打算要出家吗？你经过这么多年，你回来是不是为了完成你自己想出家这个愿望？他就跟老师讲啊，他说其实我已经出家了。我说不对吧，你头上还有毛啊，你怎么出家了？你怎么会出家？他说出家这件事情跟老师你跟我讲的事情有点类似。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以世间为道场，所以是说呢，世间就是我的寺庙，我人在世间即为出家了。我说你怎么这么通达无我呢？他说这是那一次跟导师谈话之后啊，他其实回去发烧发了3天3夜之后，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是说他这辈子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他觉得他如果只是听别人的，然后去形容这个世界，我觉得他觉得不好，所以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改变自己，去进入这个社会来去寻求他自己的真理。所以说他说他后面他就明白了，佛说众生者，而非众生而为众生。他说在很多时候啊，在这个很困苦的地方啊，他一直想说我这样子是不是值得？但是啊，他其实慢慢的从这些经典里面，他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其实不是在这个世间找真理，而是真理一直都在他心里，他只是履行了他自己认为的真理而已。所以他也明白了什么叫做众生者，佛虽非众生，是名众生，因为他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他。如果他想去普度众生的时候，那也读《金刚经》里面所说到的你佛说度众生者，即有我人众生寿者。那这个东西有了你我之心，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看透世界很多事情。所以赵老师觉得他这个将近10年的时间在外面回来可能比我还懂佛法这个是蛮有意思的。那他现在还是继续投身在他的无国界医生里面，然后老师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那如果你还在看老师的视频那也希望你一帆风顺，希望你这个能够乘风破浪，继续救众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Nice。